大家午安。午安。我太太说上台有靠一靠。23章我们已经到了马太福音第4篇那个讲到的最后一章了。我们温习一下，马太福音有28章，耶稣基督一共讲了5篇道。很多人读马太福音读很多次，但是抓不到这几个重点。抓重点是最重要的。你看一本书，或者你学一个技巧，或者是你做一件事情，你抓到重点，你就是模棱两可。马太福音第一个重点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讲一篇道，登山宝训，我记得告诉他们天国就像什么样，讲的都是事实。但发现主耶稣讲完登山宝训这个事实以后，很多人不单只不相信，还要什么针对他，还有敌对他。所以主耶稣发现说，他的步骤稍微要变一下。所以第2篇道，他就告诉他们的12个门徒，教导12门徒怎么做门徒。你的第3篇道就告诉12门徒，用比喻告诉他们天国是怎么样子。那很多人就问耶稣你为什么讲道的时候，为什么都用比喻不讲事实啊？因为讲事实的人要听。因为第1篇就是讲事实，对不对？登山宝训，什么人有福了，什么人有福了，你做了什么人有福了，就是讲事实，反而没人要听。所以神的儿子稍微用比喻来跟我们讲。所以第3篇道讲的天国的比喻，天国好像一个珍珠，天国好像一个宝贝，就人要得到它，你必须要变卖其他的去得到这个宝贝，得到这个珍珠。这是第3篇。那第4篇道呢，就告诉我们教会的生活跟律法，就律例。教会有生活规范，教会是有法条的。教会不是谁要进去就进去，要怎么样，我要到我讲就到我讲，我要唱歌就唱歌，不是的。教会是有个原则的。所以第4篇道的今天23章是最后一篇，告诉我们说教会的生活跟它的纪律。24章开始的最后一篇道叫做末世的情况，就末世论。这5篇道串合马太福音28章，中间行了一些神迹奇事，解释这个神迹奇事。所以抓住这5篇，其实马太福音28章的所有的重要的印象都在你的脑袋里面，所以背圣经没有这么难。你当然不是从头背到底，你抓到重点，你每一个重点有了骨干，你的肉就很容易补进去了。所以讲道为什么能够记得起来这么多东西？因为有方法将一些东西记起来，这是很重要的。那今天讲的23章一直讲法利赛人，那姊妹稍微将法利赛人介绍一下。23章之前有一个节很重要，是22章的最后一个主题。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、文士、长老、祭司这5类的人就问耶稣：到底你来到地上，到底我们人在律法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要考耶稣啊！耶稣马上就跟他们讲：你看，真理是很清楚，真理是很清楚。讲得不清楚的，那都不叫真理，那个叫做哲学。哲学永远是讲不清楚的，对不对？到底你对一个人笑好了还是不笑好，这是哲学问题，对不对？那你要怎么笑法？你时间不对，乱笑会出问题，对不对？该笑的时候不笑也会出问题，不该笑的时候笑也会出问题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是哲学问题。那真理不是这样子。所以耶稣马上说：你们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的神，这是真理。意思吧，你一定要将神放在什么第一个位置。神从来不做老二，我再讲一遍。神宇宙的神从来不做老二，他永远是什么老大？因为他是老大，我们信仰他才有安心。阿们吗？你信个老二干什么？是不是这样解释？你信个老二干什么？他是老大，老大就有老大的属性。阿们吗？就爸爸就有爸爸的属性，妈妈有妈妈的属性，儿女有儿女的属性。尤其是父亲的属性是不能有什么混合的，其他的还可以说混合一下没有关系。我常常说，如果有人在说你家
里兄弟姊妹很多啊，你会不会很高兴啊？很高兴。那如果有人说，哎呀，你家里妈妈好多啊，你有点生气，但是想想看，也不需要生气。我爸爸比较厉害，对不对？老二、老三、老四，小三、小五、小六都有，对不对？以前有钱人都是后宫佳丽3000，对不对？现在没有3030或者3个，对不对？都很好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再讲下去，他说：“哇，你家里爸爸好多哦！”你一定会非常什么生气，而且会什么动怒。为什么讲到那孩子多你不动怒？讲到妈妈多你也不动怒？为什么讲到父亲多你会动怒？因为父亲是家里的唯一的权柄，最高的原则他有排他性。所以你不能说，很多人说啊，你的耶稣为什么这么小气呢？对不对？我拜耶稣以后可以拜佛祖，可不可以呢？我早上读圣经，晚上读佛经，对不对？睡不着觉起来读回教经，大家高兴嘛？神多拜几个安全嘛？这完全是错误的观念。我们的人的方法，以为多就是好，不是。正确的东西一件就好，明白吗？为什么这么小气呢？因为他是唯一的神，他是最高的，最高的就是什么？排他性。你不会希望所有人说：“哎呀，恭喜你3个爸爸！”啊，谢谢谢谢，你不会这样子。啊，何必这么小气呢？1个爸爸、3个爸爸不好吗？多一点人养你，不是更好吗？你不会，你会很生气，阿们吗？所以神也是一样。为什么你信了耶稣，你就不能再有其他的信仰？因为他是唯一天上的父亲。你再去拜其他的，就告诉你，你有2个爸爸、3个爸爸。其他的爸爸不但是不能帮助你，还扯你后腿。所以为什么基督教信了以后，我们会劝你说其他的信仰，因为已经找到唯一的了，其他都是什么假的。既然是假的，你不但只有快快离开，而且不要选个时间，选个日子。你进了黑社会的，知道吗？一知道是黑社会，你要马上什么就离开，进入了光明的国度，阿们吗？但很多人不了解。我早上去光明的国度，晚上又回到黑社会，对不对？这不对的。信仰不是这个样子的，除非你信的神就是老二、老三，那就没话说。既然是老二、老三，就是山寨版的神，山寨版的是吧？假的，假的东西买，比如我买假货，他也买假货，我们2个买得很高兴。我也会跟他讲，哎，你在哪里买的？你30块，我才29嘞，有假的。那老王是卖真的话，他看到我们2个讲，他马上报警叫我们抓起来，因为他有排他性，阿们吗？因为他是真的。我们2个是假的，没有排他性，发现抱在一起，对不对？你买假的，我也买假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整条你看一条街里面全部买假的，就是整条街没有人有意见，因为没有排他性。但只有一家公司是真的，他看到旁边卖假的，他一定死去吗？法律责任，因为他有排他性，明白吗？就是信仰跟一般的宗教不一样，因为神是唯一的神，他有排他性，所以千万不要说早上看圣经，晚上看佛经，睡不着看回教经，千万不要讲荷兰经，这是错误。所以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。神永远做老大，那你说我们做不到怎么办呢？哎，这就是恩典的宗教。神的要求很高，但是你做不到的时候，他用恩典来帮助你做到。像我们对地上的孩子一样，我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，你对他要求高不高啊？一定很高。有些父母很傻的，哎呀，我儿子将来做什么无所谓了。这蠢蛋，你知道吗？他以为说很客气、很尊重他的孩子啊。你做父母亲有责任，阿们吗？就好像我跟医生一样，你在看病说：“哎呀，随便的，你要怎么吃要随便的。”这种医生很难看吗？你有觉得医生很客气吗？很有礼貌吗？你觉得医生很同情你吗？很有同理心吗？医生很爱你吗？那是害死你了。有些责任必须要负的，阿们吗？父母亲，圣经中说，儿女是神给我们的什么产业？
所有产业听清楚哦，都要交账。圣经里面讲的时候，后面我们讲的时候，5000两给你产业，要不要交账啊？要交账。2000两给你产业，要不要交账啊？要交账。1000两要不要交账啊？要交账。所有产业都没有生命，只有儿女是有生命的，阿们吗？所以这个产业特别重要。很多父母很奇怪，哎呀，我儿子大了啊，他要信什么随便他了，他还是基督徒，还在教会做执事长老，这莫名其妙的真理。那他信的神明是山寨的神，是假神。如果他信的神是唯一的、独一的神，神说不信我的，将来都要面对审判。如果你相信这句话，你还准许你的孩子将来接受神的审判吗？不会，阿们吗？不会。但是我们不认识真理，我们给撒旦骗了。无所谓了，神是爱，既然是爱，就不会伤害你了。没审判这个事情，哪里有了吃喝玩乐、高兴的不得，精神不好，名声就光彩亮丽，对不对？撒旦一直骗你啊！哪里需要读书了？我最喜欢举其这例子了。哎呀，那个教授好得不得了，不会当人了。以前我们读医学院常常被人家骗的啦，但是我们医学院学生很聪明的，骗一次就知道了。哎，一直我要读书，读什么？那个听说那个学长说，那个老师啊，每个最少80分以上，最高有这90分。他还跟你讲真理的，那90分跟80分有差吗？既然没有差了，不读80分，读了90分，你想想看，有道理，有90跟80有什么差了？都没有差吗？都去玩了，那就中计。他自己在晚上啊，看到眼睛都肿起来，每天都肿起来。他就希望你从哪垫底，你知道吗？希望你不及格，你的分数在他后面。人心之坏，撒旦就找我们垫底，你知道吗？撒旦知道他将来，撒旦认识神，撒旦比我们更认识神，但是撒旦不敬畏神，撒旦不佩服神，撒旦不顺服神。所以认识神价值不大，你要敬畏神，阿们吗？要顺服神，阿们吗？撒旦比我们认识神啊，他可以面对面跟神在一起啊，对不对？约伯记里面讲到说，撒旦在神的面前走来走去，神说：“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仆人约伯？他此人完全正直，远离恶事，敬畏神。”撒旦讲话在神面前抬不起头来。撒旦是天使长，天使都6个翅膀。6个翅膀，以赛亚书6章里面讲，2个翅膀是飞的，2个翅膀遮住，不敢面对神，神是光。创造之物何等的荣耀，撒旦，他既然不敢面对神，因为神就是荣耀。另外2个翅膀遮住下体，羞耻。撒旦在神面前抬不起头。撒旦知道他将来一定要接受审判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堕落的时候，拉了1/3的天使跟他一起堕落，在地上他要试探人，要跟神创造的宇宙万物里面最美丽的就是人。所以诗篇第8篇，大卫的诗篇，人算什么？你既顾念他，对不对？世人算什么？你既看顾他，你让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却是他荣耀尊贵为什么冠冕？你看，天使没有荣耀尊贵，神没有称天使是他的儿女，他是服役的人嘛，他是员工，他是欧基萨尔巴萨，你知道吗？只有我们能够称为什么？称为神的儿女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有些真理是不能动，踩到这个红线是不能协调的，阿们吗？就是为主殉道也不能踩这红线，其他不重要。今天我们知道，你要尽心、尽心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的神。耶稣基督在22章告诉法利赛人，你最重要的不是你的行为，最重要的你的心里面有没有将神放在第一位置，阿们吗？所以这章的重点，23章解释，其次也相仿，爱人什么如己。你能够爱神，你才能够什么爱人。
你不能爱神，你是不可能爱人的，阿们吗？你不爱神，你爱人，那个爱是有要求的。她长得漂亮，你爱她；她家里有钱，你爱她；她请你打工，你爱她。当这些都没有的时候，你就反目成仇，刀子就进去了。因为那个爱是有要求的，只有神的爱是没有要求的。我爱你们，我没有要求。我教的人读圣经，我没有要求。我希望你们生命越来越像主。我不是说今天你们考不及格，我没脸，我丢脸哦。今天你们人数来的多，我高兴；我人数来的少，我就生气。那我就不认识神。我希望姐妹都做完，阿们吗？我常常讲，我讲给1个人听也是1个人听，我讲给100人听也是100人听。既然大家觉得好，应该多一点的人听，要我的时，因为我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啊，对不对？你可以，我讲一堂有很多人听，跟几个人听，意思是一样的，但是对我来讲，对你来讲，完全不一样，因为你听见神的话。所以23章一开始的时候，前面有这个主题，告诉他们你要将神放在第一位置，警告法利赛人。但法利赛人听不懂。我们通常一般的警告都是在教会听到的时候，警告都是这个好像我太太，他讲的完全讲我太太，他太太说这个完全讲我弟兄。那回到家里跟弟兄讲，在车子里面讲说很厉害啊，所以很多基督徒在车上在吵架。你知道今天牧师讲什么吗？因为发现跟你很像啊。他的太太就说了，好像是讲给你听的嘞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永远替人家听着嘛，听不到，对不对？刚好替人家听到。圣经每一个道都是对我们说的，阿门。你不要听你儿子听到，也不要听你女儿听到，也不要听你老板听到，或者听夫妻的，你要为自己听到，阿门吗？主啊，你说的是我吗？对不对？是我吗，主？就好像当最后晚餐的时候，主耶稣说：“你们中间有1个人要出卖。”彼得、约翰他们说：“主啊，是我。”彼得没说：“是不是他？”他比较像。我们都有机会出卖神，阿们吗？我们而且常常出卖神。耶稣是我们牺牲的第一个排位，第一个priority。你没时间牺牲耶稣，不去；你没有工作，牺牲耶稣去找工作；你生病了，你牺牲耶稣，你去找医生。所以耶稣永远是我们第一牺牲的，真的很可怜。所以神的在旧约里面常常只会说，神常讲说：“我后悔。”有没有听到这个字啊？我痛心，有没有听到这个字啊？我忧伤。那都是神既然知道未来的事情，为什么后悔呢？我以前不知道的。我后来我生孩子以后，我才了解什么就是后悔。你知道孩子啊，他就是做一些事情，你就很气，晓得？明明跟他讲这样做就好了，他就是搞得一塌糊涂。你很气，但是你仍然爱他，阿们吗？阿们吗？阿们。你仍然爱他。所以稍微他有点改变，说：“爸爸帮一下好不好？把你热特了，对不对？”来，我来了，所有其他的气都忘记了，这叫父子关系，叫父子关系。但是我们基督徒很多基督徒他不了解这个父子关系，他都以为自己是孤儿，以为自己是雇员。也就在神的家里面，我们每个人都犯错的，阿们吗？不要为犯错以不来教会，不要因为犯错以羞耻来到神的面前，不要以为犯错不来聚会你就中了撒旦的诡计。就好像我儿子一样，他犯了错以后回家可以吃饭啊？可以呀。只有什么人犯错不能到家里来吃饭呢？雇工，我请回来的，你今天犯错我就 fire 你，你就不能来，钥匙都拿回去了。你有没有跟你儿子吵架，钥匙拿回来了？你还怕他晚来啊？是不是？担心他不来啊？门还打开啊？
电梯，我太太有时候儿子他们晚一点回来，叮当听到声音了，哦，去开门一看不是隔壁。你看交集，神的心也是一样，阿门吗？当我们做错事情，我们离开神，我们不爱神的时候，他会心里面难过，阿门吗？他会难过。但当我们一回头的时候，他忘记了一切。所以什么叫做 forgive？ 原谅是什么意思？就全部忘记。但是我们人很奇怪，明明犯了错，祷告的事，认罪祷告了，他每天去提醒神，每天都是啊主啊，前天我得罪你啊，请你原谅我啊，以为很圣洁，法利赛人。额头上写我昨天犯错事情，这边写昨天打人，这边写昨天咬人，全部写在额头上，写成了给人家看。哦，好圣洁！你看，对，你看我这提醒大家，我有提醒自己。哎呀，主啊，昨天我犯错，我都对不起啊。你都到了第二天，哎呀，主啊，我昨天犯错，对不起啊。很多基督徒是这样子的，做错一件事情，自己放在心里几十年都过不去。神已经赦免你了，阿门吗？神已经忘记了，阿门吗？你一天到晚提醒神，就好像我儿子关于做错的事情。爸爸，我错了，我说错了，没关系，我没气，我跟你讲，赦免了，没事了。过了1个小时后，啊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你赦免我好不好？那烦不烦啊？对不对？你以为他多讲我就很开心吗？是不是啊？不是，他越多讲，表示他根本不认识我这个父亲。多少的基督徒落在这个难处里面，没羞耻，害羞。不敢见人，不愿意改变，从来没有进步。生命每一天都有进步，阿门吗？我们会犯错的，但是话要讲回来，不是鼓励你犯错。我们犯错了以后，我们有一个救主，他的血永远有功效，阿门吗？只有你记住，撒旦会控告你。撒旦说你这个错，神救不了你了。我们很多人还相信的。所以到处的，哎呀，那弟兄为什么不聚会3年呢？哎，我得罪了神。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属灵啊，这是蠢蛋，你知道吗？就好像我儿子3年不回家，人家说为什么不回家？你爸爸做医生，对不对？家里有2部车，又不等你开啊？为什么？我得罪了我爸爸。你说父亲听到难不难受啊？难受。儿子，我一早就赦免你了，我的大门为你而开。只要你愿意，是可以回来家里面。我没有愿意，阿门吗？所以不要注重今天为什么讲这个，这个跟23章的非常有关系。如果你不能懂得我前面讲的这一段真理，你后面23章你读不懂的。23章很多人读过嘛，对不对？你读不懂，因为他讲这篇道之前，神有一个背景故事在那边，神要我们将他放在第一位置。神要我们爱他，用他同样的爱来爱他，因为他太爱我们。所以地上只有一个爱，就是父子之爱。你就想想看，你下次不要说我得罪了神，我就不敢回家，你错了。你儿子得罪你，你希望他早点回家，阿门吗？你骂了他一顿以后，最后觉得严格了一点，你儿子吃牛排啊，你看低声下气，那要不要买个饺子给你啊？你看神的礼物就来了。但是我们不了解，我们是雇工的心态，孤儿的心态，以为我犯罪，我犯错了，爸爸就一辈子不爱我，这是错误，这是来自撒旦。所以神警告法利赛人，你们所有的言行必须要一致，阿门吗？什么叫言行一致呢？像我打高尔夫球啊，昨天那个马弟兄跟我同一组，我打高尔夫球，我不喜欢讲话，我喜欢安静，我就享受。我一边打球一边想想看我的生活，我的工作，我的打球享受那个感觉，我会好细细的看。但有人打高尔夫球好吵，我不是说你吵啊，你没有吵，很吵的，那讲东的讲西的，而且那些女生也是，现在很多高尔夫球的铁女都是非洲的，不是非洲，印尼的啦、泰国的啦，那些高尔夫球都喜欢吃他豆腐。讲的就很刺耳，你懂吗？那你不讲话，就叫你骄傲；这都不讲话了，也是。
我不讲话得罪你。你没听过圣经讲啊？话出去才会伤害人，进来的时候不会伤害，进来的去马桶，对不对？有神讲的话，所以我打球我不太喜欢讲话，我喜欢很安静。那有人就批评啊，你基督徒怎么都不合群？这跟合群有什么关系？对不对？这考试为什么你不给我看一下？做基督徒不给我看一下？我做公务人员，做基督徒为什么不帮助一下人呢？对不对？底标跟我讲一下嘛，那不是犯法吗？这是人的看法。我们是一个很真实的人，阿们吗？我们都有缺点，我们 not perfect， 有些地方是我的缺点，但是我靠了神，这个缺点我要慢慢改。但是我不会给这个缺点捆绑我，阿们吗？如果你脾气很暴躁的，你不要给这个缺点捆绑你，神永远赦免你，阿们吗？但你也不能说神永远赦免我，说前面写这个是天下无敌，后面写无敌解金刚也不行，对不对？那你生命没有改变嘛，是不是？你还是要学习什么改变，阿们吗？生命要成长。一个父亲最高兴孩子有成长，阿们吗？最高兴儿女什么？有成长，有进步。进步多少没有关系，只要有进步，神都有心来。所以23章的第1节第1段里面讲的时候，他先提醒法利赛人，你们要言行什么一致。你可以将经文写在额头上面，可以的，律法有规定。但是只有这个行为，如果言行不一致，经文写在上面，却没有将神放在第一位置，那个是假的。你跟不做才。你可以写经文在这边，可以写经文在袖子那边，但是你真的是将神放在第一位置，阿们吗？这是好的。你做了这个事情，没有将神放在这个位置，那个就假冒为善，就做不到吹牛。明明就这样子。这个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讲一个圣灵的真理，就是真的讲起来，要我们在神面前就是震惊恐惧。当使徒的时候，所有的变卖了一切，交在使徒的身上，为了做宣教工作。有一家人，亚拿尼亚，他将房地产卖了，留了一点给自己，然后跟彼得讲。这是我所有卖的东西，我奉献给神。他为什么讲这句话？假冒为善，阿们。我明明没有奉献这么多，他却要讲奉献这么多，就假的。我只有80分，但是我90分。明明只有179点，对不对？我号称180，对不对？就假的。假的是什么意思啊？欺骗。所以彼得跟他讲说：“房子是你的，你可不可以不卖啊？可以。你可以卖了以后捐1块钱给教会，可不可以啊？可以。你为什么卖了？本来是你的，人不卖没事，我就不要捐，对不对？我就不要实际奉献，怎么样？神有的是恩典啊，对不对？我不奉献有什么关系？所以我从来不劝大家奉献，奉献。”是一个什么？是个生命。奉献是种恩赐，有人就没有办法奉献，所以你能奉献就是什么？神给你的恩赐，也是给你的恩典，阿们吗？我能奉献，我真感谢神。我这么小气的人，我既然能够奉献，我是1毛不拔的人，我今天拔了1条毛啊，对不对？你要为这个感谢神，阿们吗？奉献是几个看见的，奉献不是责任。很多人要奉献是你的责任，实际奉献是责任。圣经里面新约从来没讲实际奉献。圣经里面奉献是3个方法，根据律法实际奉献，律法的实际奉献也不是实际奉献。律法实际奉献分3种，所以你不读利未记、申命记、民数记，你更不知道。律法的实际奉献分3种，第一种是你每个月的收入的1/10要奉献给谁呀？给利未人，因为他们替你服侍神。所以是利未人的薪水，你要固定。另外一种节庆的时候，你要奉献，为什么？那要给神。
另外一种就是你在得到看到可怜的人、贫穷的人，你要随时奉献，那就是怜悯。神怜悯我们，所以旧约里面，尤其摩西五经一直警告我们，警告就是说，你要不要忘记你曾经在埃及为奴之日，听过吗？圣经一直讲，为什么？提醒犹太人，你以前是做什么的？不是尊贵的王子，是什么？为奴，你是做奴隶的。今天神叫你捧起来，成为尊贵的祭司。新约里面的奉献也有3种。第一种，耶稣基督的教导奉献，多种的多收，少种的少收，不种的什么，连有的都要拿走，不是不种不收哦，不种的连有的都什么都要拿走。所以这是耶稣基督的原则，因为我们所有的都是属于神的，阿们吗？这个真理啊，所有都是属于我的儿女都属于神的，阿们吗？这是产业。我的房子属于神，我的车子属于，所以我做任何事情，我都先要祷告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那个钱不是我的嘛，是谁的？是神的嘛。我只是管家嘛。你说钱明明是你赚的，你还不了解这个真理？我们所有的产业都是神给我们的，这是恩典。我用劳力去赚回来的东西，其实神在你劳力的时候，神给你的恩典而已。你能为自己做空气吗？你能为自己做个轮胎吗？你能为自己种块田吗？你不行，你都要吃农夫的，对不对？你不可能自己生病，我去研究医学院，研究完了我再看病，人死掉了。你不可能是我吃牛排去养只牛，长大了宰了它我来吃，要饿死了。你说我盖房子，我要自己去学建筑，怎么盖？你的土地来这样弄起来，那你的人死了。我们都是享受恩典，阿们吗？都是享受恩典。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，你要了解到一点，神无穷尽爱。所以在旧约里面，神一直说我爱你们，所以他警告我们，我们要带着我们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，阿们吗？不要作假，作假的有2个害处。如果你是基督徒作假的，听这2个害处是很准。第一，你会很难过，因为你在作假。你明明看到几个人都不太高兴，你就跟他笑，久了以后你会很难过，你很怕看到他，你会难过。第二个，作假会逃走，戴着面具来到教会1、2次可以，所以有人戴不下来。为什么？他们戴久了原形毕露，你知道吗？神就要你原形毕露，就看到你就是这么糟糕，我就是这么糟糕，阿们吗？所以23章第1节告诉我们说，神要提醒他们，你要言行一致。人只有在神的面前才能看清楚自己。我再讲一遍，这是23章的真理。人只有在神的面前才能够看清楚自己的什么真面目。你在你员工的面前，你永远就是高高在上，你看不到真面目的。啊，老板早啊，老板好啊，你儿子好可爱哦。你进到厕所里面跟他讲，可爱，肥得要死。他为什么在你面前这样对你啊？因为你是他老板啊。所以你在人的面前永远看不出几个人是真的是假的，阿们吗？你就在神的面前才能看清楚这个。那我不是鼓励大家哦，我带着本相来，我就怎么样，我就翘个腿睡觉就睡觉，我就打哈欠就打哈欠，我就讲手机就讲手机，反正耶弟兄说我们神爱我们不得了，我回到家为什么不行啊？可不可以啊？可以的，可以的，真的可以。但是每天这样子，父亲难过，我怎么养了这么久还是小孩子？就像我儿子一样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不行，他吃定我了，对不对？回家就鞋子一脱一掉，皮包一掉，谁来？有没有西瓜？没有，去买。以前我家里，他不是教我，叫我的佣人啊。以前我们家里有个就是 Mr. Donner， 对吧 ？Mr. Donner 甜甜圈呢？我家住在那个高岛屋旁边的，那甜甜圈开在高岛屋旁对面的。那我们从楼上望下去，看到排队排好久。我儿子那个时候儿子还是小学生呢，爸爸，同学说好好吃哦。我说我知道啊，那要不要去排队了？我
我说我没时间啊，我觉得全世界只有看病才需要排队，其他都不要排队。看病找个好医生没办法嘛，就忍受排队嘛。吃东西结账嘛，就看另外一家嘛。他说妈妈，那这样子你也没时间，我小孩子也不能去排队，我儿子从小很厉害，说他读法律是有厉害的，叫琳达7号。琳达就是我的牌友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你不讲这句话，我还有跟你讲个真理，琳达不是你的佣人，琳达是爸爸的佣人，是我给钱请回来的。所以我的孩子从小他家在自己房间里的衣服、那个拉稀、床单全部自己弄。琳达回来是服侍我跟妈妈，不是服侍你。你别给他钱。琳达是我的佣人，你要他去排队就是我的佣人。你家里有钱，你请佣人就要去排队。这个是合理的教导，阿门吗？不要家里的佣人，所以我的佣人来到这边，我小孩从小的佣人，我都叫他们叫阿姨，不叫佣人，不叫阿姨。对，因为什么尊重？你还是孩子，所以法利赛人的面前都觉得是很虔诚，在路口祷告，然后将经文写在额头上，挂在这个衣裳上，什么事情要做守卫，所以他言行并不一致，他没有将神放在第一个位置，所以神警告他。第二段地方警告领袖，做领袖要小心，做小组长不要小心。警告，如果你做一个领袖，大到管全国，小到管你的孩子，你都是领袖。做领袖的责任是什么？就要成全弟兄，各尽其职，也不是占别人的便宜，你知道吗？也不是占别人便宜。所以他在中间的一段里面，第8节到12节就警告领袖：你们做领袖的不要想做人家老爸，对不对？不要在那父，世上只有一个父亲，就是什么？天上的父。那这一句话呢，你也不能咬文嚼字。那地上的爸爸就不能叫爸爸吗？你们觉得怎么这么顽固呢？你看又来了。最麻烦的一知半解，你知道吗？全部不了解也很容易，全部了解也很容易，最怕一知半解。一知半解你也不愿意学，那个最麻烦的事情。一知半解说：“哎，对不起，我不懂，我愿意学，别上我。”这不是这个意思，它是个例子。也不要叫拉比，因为你只有一个拉比，就是你的主。那我们做老师，大家，哎呀，你不要叫我拉比，你不要叫我老师啊，因为我是基督徒，不能叫老师，要变畸形基督徒，对吧？我们要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，阿门吗？这边讲的不是这个意思，这边讲的是心里面你有没有叫耶稣基督是你一生唯一的父亲？是不是耶稣基督在你的心里面，他永远是你的老师？是这个意思。地上叫你老师无所谓的，对不对？你叫我法老也无所谓的。你知道也有法老得救的法老，下次跟你讲这个字，也有得救的法老，对不对？尼布加尼撒这么凶残的人呢，他最后7年在地上吃草，指甲长如这个野兽一样，头发乱七八糟。当神的时间到的时候，神给他机会。因为他骄傲到不成熟，他说：“你看普天之下哪里有这么伟大的这个王国呢？”神说：“今天就要像牛一样出去起草。”当他学乖了，学了7年，他讲一句话：“宇宙之中只有犹太人的神是唯一可以清楚的神。”他口出神的真理。弟兄姊妹，警告做领袖，我们做领袖，人家尊重你是应该的。但是你的心里面不能有这个骄傲，这不一样的。法利赛人在外表看起来很谦卑，对不对？内心都是什么？虚假、骄傲，所以神最讨厌。所以讲完以后，前面是诉说，另外一段是警告，第3段审判就来。所以七个祸就是审判。这7个祸里面呢，很多的例子。这些例子你不一定明白，为什么不一定明白？因为神用当时候的文化来讲这个例子。主耶稣用就地取材来讲这个例子，
这些取材对我们来讲可能不是很了解。像以前我们中国，我随便举例子，你们明白？我们中国的时候，形容人家脚很小，形容东西很小，要扎，知道吧？摘脚的是吧？黄脚那个叫什么？山川今年就表示什么？小。那你这句话跟犹太人讲，他怎么懂呢？他从来没有做过这个事情，是不是？所以主耶稣一样，他举例子，当地人的生活习惯举些例子，所以里面有些例子你不太懂，没有关系，你可以上网去查。所以我准许大家查，导读准许大家查，就是查这些的字。但是你对神的真理，你不要先去查，你要先读。你能够消化多少，根据你认识这一段圣经，你写出来。那有些不懂的，你可以去查一下背后为什么粉丝的坟墓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去查一下。但是你不要一开始就抄人家的东西了，那个不是你的东西。100年后，不要100年，2年后你就忘光光，不要2年2个礼拜就忘光光，又不是你的东西。生命是必须要自己一步步来的，阿们吗？你拿人家东西来穿在身上、弄在身上，用途不大，而且都是假的。所以有7个审判要临到他们身上，发一下好望给我看，我回去。这7个的。回去帮我放一下。我跟大家总结来讲，这7件事情。第一个有祸了，就假装虔诚敬拜神。你回去看这个7个祸，我们打开圣经，我跟大家讲了7个在哪里。23章的第一个13节，有没有看到有祸了？有没有看到？你们可以画起来，快这个。23章的13节，有没有看到下面有祸了？第一个祸有没有看到？有看到。啊，你的15章的后面有祸，有没有看到第2个祸？啊，在隔壁16节的第3个有祸，有没有看到？有。你们翻过来第4个，第4个有祸是在23节下面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有没有看到？第4个，第5个祸在哪里呢？第5个祸是25节旁边那边。法利赛人有祸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第6个有祸是哪里？27章，法利赛人什么？有祸了。第7个有祸是在哪里？29章，法利赛人有祸了。指名道姓，法利赛人有祸，不是你世人有祸的，不是。法利赛人为什么有祸？就是我前面解释的背景故事。他们这些人，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、文士、祭司长、利未人，这些都是在旧约的里面，他是代表神、服侍神的人，他们非常了解旧约，但是他们言行不能一致。他们没有虔诚的内心，只有虔诚的外表，就是粉饰的坟墓。叫个坟墓弄得很漂亮，里面都是装什么？装屎，没有价值的东西。你弄得非常漂亮，也没有价值。所以这7个祸里面有例子，总括来讲就是这几个意思。第一，他们是假装虔诚敬拜神，所以我们敬拜要有心灵和诚实嘛。刚才佳慧老师他们几个以尸铁加个蛋，是不是？哦，他们3个人，一对是夫妻，佳慧是我们小组的音乐的负责人了，对不对？他就很有要求，对不对？上来就不能清汤挂面，像共匪一样，对不对？教会很多时候太保守，办的每个像共匪一样，对不对？哦，不能化妆，不能怎么样，那办的像共匪一样。现在共匪不是这样子。录音的话，给上海小组听到了，下面共匪在听的，觉得我在为以前的这个60年代共匪就是清汤挂面嘛，对不对？哇，那你看他的光植绒花花妆容就一起爆。我们要将最美的献给大家，阿们吗？你来聚会，对不对？你盐是一团一团，洗干净一点，对不对？你的皮鞋擦干净一下嘛，对不对？你可以买便宜的东西，但是可以擦干净一下嘛。你不需要买很高档的东西，你来敬拜神，你不应该整洁一下吗？应不应该啊？应该嘛。你尊重这个人，你的外表就开始就敬畏他，所以敬拜他们是假的，法利赛人是假的。第二个有祸的错误的教导，自己以为是当真理去教导别人，带人家进入神，但是要他走向灭亡，就错误的教导。今天教会有多少错误的教导呢？
主耶稣说啊，审判从神的家来开始啊，在末世就有假先知啊，奉你的名做什么？奉你的名做什么？所以你做先知、做主任牧师、做使徒，价值不大。在神的眼光中，是不是才是价值？阿们吗？法利赛在人的面前都是老大，在神看来是粉丝的什么坟墓，里面都是屎，里面都是屎。你到底是迁就人还是迁就神？你为了人数，你不敢讲神的话；你为了人数，你迁就人，你将真理打折打扣，错误教导。主耶稣对一个非常有钱的少年的官，少年的官来问他说：“夫子，我当如何行才能得到永生？”耶稣第一跟他讲律法，他说：“律法我从小就守的，不可杀人，不可这个奸淫，不可骗人，我从小就做的。”耶稣一看到就心里面喜欢他，他说：“你还有一件事情，你就可以得到永生，你变卖一切来跟随我。”这个少年人怎么样？忧忧愁愁的走。这个故事很少人明白，里面有3个真理。第一个真理，这个少年的人太骄傲，骄傲的人是用骄傲的方法对付你。你既然从小受了，我叫你全部卖掉，你做不到，阿们吗？所以我比较聪明。主啊，我很糟糕，你千万不要叫我卖掉所有。我是很小气的，我看钱比谁都重。主耶稣说：“那好，你不用卖，你现在跟随我。”这种属灵的智慧，阿们吗？不要没有这么多冲老大，你知道吗？你在神的面前冲老大，神知道你在想什么，对不对？亚拿尼亚变卖的一部分收起来，你就讲了，对不对？我太爱钱了，我没有办法，主你赦免我，就说你是老实人，我要祝福你。他却吹牛什么？假话为善。所以你千万不要哇！我要变卖一切的跟随你，你小心啊！你很小心啊！一起在祷告很诚实，主啊，我真的爱你，但是爱不来，请你帮助我。我一天15章，我真的想读，看到读都这么高兴，我真的读不来，求你帮助我。你不要说15章简单了，神的信息一些环境让你非常的简单。看看你讲的是事实还是不是事实。这个少年的官从小就守了，主耶稣讲一句话，看你真的是守还是假守。因为所有的一切律法跟先知的总纲，就是爱人如己，阿们吗？你既然守到律法，你就所有东西卖掉给人家，就是爱人如己最高的表现。他做不做到？所以忧忧愁愁的是吧？走了。所以第一个真理在这边，我们不要太骄傲。第二，我们在神的面前不要高抬自己。不要说我从小在守了，没有这种人，有这种人的圣经讲过一下，世上没有一个义人，没有人询问追求善的，人心里面想的都是恶的。如果你是从小就是善的，代表是圣经讲谎，那到底谁讲谎？所以第二个真理，第三个真理，这个真理很重要。当这个人神说你变卖一切来跟随我，这个少年的官忧忧愁愁的什么走了。主耶稣有没有跟他说：“哎，对不起，我的要求太严格了，你回来，你先卖一栋房子好不好？”神有没有这样子啊？没有，真理没有商量的余地，阿们吗？神对要求没有商量的余地，不能打折扣。对不对？我就跟你讲，就做讲的，一天15章，你就忧忧愁愁的走。那我就跟你讲说啊，弟兄对不起，我这个要求太严格了，7章半好了。如果另外一个人7章半要忧忧愁愁的走了，啊，对不起，3.5章好了，那这个原则就没有。小组要做大，教会要做大，有些基本的原则是不能动的，阿们吗？基本的真理是不能动的，其他的方法可以动。我的目的地去高雄是不能改变的。没钱我就想去宜兰，那是错的。目的地就在高雄，方法可以改变。有钱坐飞机，有钱坐高铁，没钱坐牛车。再没钱一路行气，对不对？一路讨饭讨到高雄去，目的地不能改变。阿们吗？这是真理。第二，弟兄姊妹，你抓住这个真理，你一生对你有帮助。你定睛光在神的身上，看神怎么祝福你。有大山在你面前，大山在所罗巴伯面前都什么？算不了什么。
所罗巴伯可以叫大山移掉，你为什么移掉？因为你目标不清楚。所以第三个错误的认识，法利赛人以为说做老大神会喜欢他，法利赛人以为是在十字路口祷告神就会尊重他，这错误的认识。错误认识最要命，很多基督徒对神有错误的认识，以为我做好事神就喜欢我做不好事神就讨厌我。你太不了解了，你有儿子就知道，他做好事，他做对的事情，你心里面非常的愉快，阿们吗？有荣耀。他做坏事，你还是会接受他、爱他，阿们吗？所以对爱来讲是没有差别的，阿们吗？一个很糟糕的基督徒，跟一个自以为是很好的基督徒，在神眼光中都是什么呢？我们去看一下以赛亚书64章第6节，我们是打开以赛亚书64章。以赛亚书64章第6节。大家找到了吗？64章第6节，第6节。我们都像一切的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，我们的血液好像风把我们吹去。好，以赛亚书64章告诉我说，我们认为我们最好的行为，在神看的是什么？污秽的衣服。污秽的衣服在原文里面，希伯来文里面是什么意思？你知道吗？对，越近的带，越近带，很肮脏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在一个父亲的眼光中，两个孩子，一个孩子自以为是很爱父亲，留在家里面都不离开神的家；一个父亲顽皮捣蛋，将所有东西用光了，要饭去了就回来。在神的眼光中，这两个都是什么？他的孩子，阿们吗？他同样爱他们。这个失而复得的孩子悔改来到神的面前，他的父亲高兴的。他不悔改，他也是爱他，阿们吗？这个儿子每天跟他在一起的大儿子，什么事情都听爸爸的，其实他心里面根本没有将他父亲放在心里面，所以他埋怨他的父亲。虽然每天跟他在一起，但是两个人都是不义，阿们吗？在大儿子看来，他才是义的，这是错误的观念。所以在教会里面，你不要说我读经、我祷告、我做长老，我就是称义的，你错了。我们称义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阿们。今天不是说我讲道讲得好，我就好可以，我就称义了，不是，我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阿们。我不读经不祷告，他一样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阿们吗？那为什么既然这样子，为什么要教导呢？问题就来了，因为我们的父亲虽然爱我们，没有话说，但是他希望我们的行动能够荣耀他，阿们吗？你儿子在外面做坏事，你还是爱他吗？很少登报纸脱离父子关系嘛，登报纸就脱离夫妻关系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从此以后这个叶某人与我无干了，对不对？他在外面的债务就不管了，对不对？就脱离夫妻的关系，你有没有脱离父子的关系的？你也是王昭君啊，而不是王昭君。最近在拍的那个叫什么？摇你30年那个叫什么？她本来是公主，嫁给一个穷人。薛宝钏。薛宝钏啊，这厉害。他的太太叫什么名字？薛宝钏。对，你看，这个薛平贵他的太太是相国的女儿，相国说：“女儿，你不要嫁给那个穷人。”但是说：“我一定要嫁给他，非嫁不娶。”他相国说：“那你以我击掌为盟。”啪啪啪，就脱离了父女关系。你那个击掌不一样，你是这样子的，他那个是1、2、3，正面、反面、正面，你们都是正面应对关系。现在没有人脱离父子关系了，对不对？父
父子关系是血缘，是脱离不了的，阿们吗？你不认那个儿子，他就是你的儿子。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，我不管做好了做坏了，我永远是神的儿女，阿们吗？这个真理你要懂。但是我们总不能要父亲忧伤嘛，总不能让父亲担忧嘛，阿们吗？所以我们行事为人应该以这个得救的身份什么对称嘛。你是蒙恩的，应该有一个身份对称嘛。你是公主，你要像个公主嘛。你是君尊的祭司，你要像个祭司嘛。你是神国的儿女，你要像神国的儿女嘛。对不对？你是美国的公民，去到外面都是高于一等啊，对不对？那你说比较落后国家的，都是在那边扫垃圾啊、捡垃圾丢，这样的情形嘛。你去香港看看知道了。礼拜天白种人都在哪里啊？浅水湾、游泳高级地方。太劳费用在哪里啊？都是桥下。面包差国家真的巨人，地上都有分别，阿们吗？何况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所以要对神有错误的认识就是他。第四个，对小事什么不重要的事情嘛，很细心。这个不重要的事情很细心，很小事，这个对不对？这个头发要左边梳右边梳，讨论了半年，对不对？啊，到底我们敬拜要站起来还是坐下来讨论了半年？想坐的坐，想站的站嘛，对不对？一天就解决了，阿们吗？就有教会很奇怪，弟兄大家不点头，大家都不能站也不能坐，这怎么办？就不要敬拜了，不需要，阿们吗？这些都是小事，阿们吗？都不是这么重要的事情，阿们吗？但是对大事却什么随便，法利赛人对小事讲究，额头要怎么写，楷书、草书，对不对？怎么写啊？这个正楷几寸，这是最重要啊！重要是你们将神放在第一位置啊。对小事非常的啰嗦，所以我们小组求神怜悯我们，我们要对重要的事、大事要注意，阿们吗？小事无所谓，对不对？你要怎么导读，你照着你的本相去导读，无所谓。像今天姊妹她短短的非常好，对不对？该讲的讲，就交给我，对不对？我该讲的讲，我就交给神。这个压力重死了，对不对？你听不懂了没办法，我交了我的责任。所以我们对小事跟不重要的事情，我们要看一点，要认点，要多一点。我们对重要的事情、大事，我们不要随便，阿们吗？不行就不行，这条红线踩不过来，一踩过来跟拜五山头，信仰就完全没有。第五个，外表干净，里面充满了罪恶，就法利赛人。外表光鲜亮丽，里面都是肮脏。但并不表示你外表干净，里面一定是充满罪恶，不是。你不要说外表肮脏，里面就一定是充满善良，也不是哦。有人外表很脏，里面也很脏的，哦，这个四个可能性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最好外表什么干净，里面善良，对不对？万一要你选，你先里面善良，外表差一点没关系，对不对？你早上真的来不及了，不要涂没关系，你准时到就好了。就外表里面先善良嘛，对不对？不可停止去为哦，一个能够做好的，就最好是外表干净，里面什么善良，这是我的标杆嘛。第六个，掩饰罪恶，外表公义，内心充满了什么？伪善。就接着定人家的罪，你怎么样？你怎么样？你看看你是怎么样？我们每个人都靠着神的力，对不对？靠着神来到面前，靠着神来服侍。你讲的好不好？我们都靠着神的力，没有一个人指着就好。今天如果不是神给我们恩典，我们没有办法走这么多弟兄姊妹一起来服侍，这都是神的恩典。他们行事为人，如同恶贯满盈的祖先，神证明他们。多少年来，从摩西一直到耶稣基督1500年，有多少的先知都被犹太人什么杀害？所以主耶稣在最后一段讲：你们还要杀害神的儿子，将他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一边警告法利赛人，一边其实要提醒他们，阿们吗？
就好像我跟你们考试，你只要知道，即使你考不及格，你绝对没有当掉60分，你绝对要当掉，你要注意，你要清楚page 7，好好回去看。就第7页吧，你回去看了，你还不听？看1页嘛，你得看过100分了，恩典大不大？大。神警告他们，法利赛没有听说最后一段，神的怜悯就来。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！我多次将小母鸡保护小鸡一样，要保护你们却不愿意。所以讲完这句话以后，24章开始末世的告诉他们，耶路撒冷一定要被攻打，耶路撒冷的城墙全部毁掉，耶路撒冷所有犹太人像人球一样在地上被人家踢来踢去，一直到了奉主名来的，应该什么？这个城中。所以这个有应验2个地方圣经，一个撒迦利亚书，一个是罗马书第11章。然后最后是罗马书第11章告诉我们说，到最后的时候，外邦的人数到齐的时候，所有以色列人都要得救。这个是个奥秘，不太容易解释。所有犹太人都要得救。罗马书告诉我们，保罗说：“我不会因着你们的不信废掉神的什么信。”因为约是神跟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跟他们立的约，你不守约，神守约。所以这2处的圣经，你们可以自己回去看。罗马书第11章25到26节，你的撒迦利亚书。撒迦利亚书是第13章第4、第5节，你们2个回去看一下，就是印证了这句话。直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承受，这就是神在当时候对这些法利赛人完全的失去了信心，但是神也放下怜悯，神也放下一个盼望。我们知道第一批的基督徒99%都是什么人啊？都是犹太人。早期教会的所有长老都是犹太人，阿们吗？但是人的心硬到一个程度，越来越离开神。所以现在以色列人全世界大概有800万到900万的人，他们信耶稣的，他们不是叫基督徒，他们叫弥赛亚徒。因为基督这2个字是希腊文，弥赛亚才是希伯来文，所以他们是讲希伯来文，所以他们叫弥赛亚徒，其实叫基督徒。他们只有0.2跟0.1之间，非常少。但这些人也会很奇妙，当他们一信耶稣的时候，因为他们旧约非常熟，因为他们对圣经的真理背景非常好，所以他们明白圣经都非常好。所以大部分这些基督徒一信的时候，他们都成为圣经的教师，就是成为拉比。所以世界上很多的以色列人信了耶稣的，他们圣经的亮光完全不一样。那这些亮光，有时间我再跟你们说，我们去过有以色列他们解经的亮光，真的他一讲，因为他们了解当时的背景故事，就好像我们讲岳飞讲的比外光清楚，对不对？我们比较了解岳飞嘛，对不对？那他们讲耶稣比我们更不清楚，他的背景更清楚。所以这个就是今天23章跟弟兄姊妹分享，神要我们言行什么？一致，里外都是什么？都是一致。我们做不到的，我们领口求神帮助我们，阿们吗？不要作假，也不要在乎人家怎么看你，你在乎神怎么看你，阿们吗？我们尽量要与人和睦，但是你不需要为了他改变你的一些情形，不需要，因为你做不到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你做不到的事情，我们要带着本相来到神面前，我们一步一步学习，好不好？我们低头做个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中午你透过耶稣基督自己的话来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言行一致。我们这神的面前，我们才能看清楚我们自己。你有何等大的慈爱，你有何等大的恩典在我们身上。主，我们没有个人背来服侍你，但是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我们今天来到圣前来服侍神。主，将今天所有来到
面前的弟兄姊妹，我是第一次来的，我来过多次的，我的恭敬的将他们叫在主里面，我们一起共同的肯约柜，我们一起同奔天路，让神的国，让神的旨意行在天上，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将今天的聚会，我们最后我们将荣耀国度权柄来归给你，祝福归给你所爱的儿女们。谢谢我们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